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这个伊芙琳寡妇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它的刷野装思路。这里的话在那里说这个路人在直播间发的一些问题。可能有点纠纷在那里所以放出来看一下。我们不管其他，先来看他的一个刷野。像寡妇没有5级没有大招的话是没办法进入潜行状态的所以还是尽量抢就是刷快一点，然后抢升5级。这里的话拉野拉失误了，他这边的话有被那个谁受影响还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一个点你们如果去以上帝视角去看，肯定有时候会看得清楚一些但更别提像刚刚那，就是说他在直播间这面这里的话河道蟹被抢，龙龟反打。龙龟的话刷野速度前期也是很慢，但是它伤害不低。然后讲讲前面就是说到的，就是有个点就是我们以视频的角度去看，肯定是可以回放或者什么什么那些，对吧？然后有一些观众的话，他可能就只能在直播间然后看一回，然后他注意的，你不可能说我玩个游戏我把什么都注意到，那我跟你说我可以去打职业了，对不对？我还在这里搞直播干嘛？打职业是吧？要100%胜率，我什么细节都能处理得好。然后就有时候也会有那种队友就是既要又要，就很多东西是不可能这么如意的这里的话来到了，看到对方的残血，惩戒骑手E技能 W 技能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去太追求 W 的那个控制效果。我跟大家讲你 W 放出来，对方是不是就有反应？你寡妇已经在附近了，而且 W 形成以后，就是那个就是变成桃心以后，它这个不是有个那个持续时间嘛？它最后会标记，就是它会让你对方看到伊芙琳在哪个方向，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提防效果，反倒不如直接 Q 技能起手或者 E 技能直接起手，有时候就是做一个收割，或者说比如说你给一个印记以后，对吧？然后你印记呢，你不打印记的那一个，就是声东击西的这种效果。龙龟在附近吃到嘲讽了，没关系。这里的话大招空了，好像被闪现躲了这个大招。完了，这里有眼的，那应该是被留下来了。他现在就是还在被那个心态首先一个点，玩英雄联盟心态必须得好，所以你才这样的话你才能打得比较好。
心态，就玩游戏本来你就已经玩游戏了，对吧？游戏，这还是为了开心才去玩，对吧？但有时候，哎，也不好说，你不能说就是以大圣人的那种啊贤者讲一些大道理，不太好啊，挺狗血的有时候，反正就那样吧。反正他的状态呢，肯定是受到那个弹幕的一个影响啊，他现在脑子有点浆糊一样，一直在纠结那个事情。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对吧？这个阿罗拉有大招的，赶紧走啊！龙龟，你看没有？珊就来了。这边的话，利用被动先回一些血量，然后 QE， 再一个 Q 收割掉。这里放个眼，亚索E过来，来了亚索这里可以帮一帮，那双路的话大概率是不帮了。哎，这边靠过来，这边捡到个人头 ，E 过来再 Q。但被塔打死了，但还行啊！双人路又掉完了，就你可以看到，这边双人路最开始你就真的不能第一时间去，因为什么？前面那一波被龙龟抓死那一次，就可以判定这双人路就是玩得很一般，就没有打算来支援的意思，就是等于是被卖掉了。所以亚索这个亚索一看就会玩，因为打 F4 的时候，他故意移到那个 F4 那边引龙龟过去，完了这里 W 吃到了那个小火龙的 W 啊。那这一局的话，前期也是劣势，然后看怎么去翻嘛。经济的话是不差的，这边拿了4个人头啊，虽然说也死了4次，但是他刷野吃经济啊那些都还行，不算慢。像龙龟啊，前期它的优势还是挺大的。然后你这种，比如说像这个寡妇啊，不能着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发育，不然是打不了后期团的。你看没有，龙龟随时就来了。这种绕后，哎，找到机会。上来，大招拉扯对方，完了，这边被追上就跑不掉了。哎，对方打完怎么闪现都还有一个闪现没交？其实他秒完那个兰博的时候就应该往中路走。或许会好一些，也只能是或许。这局队友好像都有点拉垮，但亚索是会玩的，可以这一局可以就是说让亚索做配合，找一波机会，挺好。经济的话，其实没有拉开啊，因为寡妇这边是拿的不少经济的。伊芙琳，
这兰博其实可以抓死的，就看这个奥恩能不能补上一些伤害。亚索，哇，这大招偏的有点离谱了。兰博又来了，龙龟，哎，这龙龟好烦，这种会玩的龙龟真的不一样哈。拿了先锋，这没有太大作用，因为没有赏金塔，其实丢哪都不是很理想。这边的话就犹豫之间，反而是啥也没做成。龙龟不在，还好。哎，晕到了，上来闪现大招，这样的话没人管，那可以吃塔皮了。哦，吃2塔，不是吃塔皮。所以的话，把法宝球一做，推棒就不要浪费次数了。那这样的话，反而偷到高地啊，对面犯了个很致命的错误。哎，那这样的话，先锋反而做事了，知道吧？做到事儿了。本来还觉得先锋浪费了，这样的话反而可以绕后来抓，看阿罗拉过不过来。这样的话不行的，因为你进塔是第一时间就亮了。完了呀，这个射手又掉了。那这样的话，大龙看看能不能守一下呢？绕后找 C 位。大招抢到了，这大招大概有个700-800的斩杀，然后再加上惩戒1700。龙龟的斩杀线是没那么高的。这里的话也发现自己突然亮了，蹲一手。龙龟漏了，那就刷野了。其实寡妇在这个版本真的很舒服，主要是发育加快了，节奏加快以后，寡妇这英雄很容易就来到了中后期，他又不用对线，对吧？他只需要偷偷摸摸捡2-3个人头，其实对他的发育就已经发育很快了。这里的话，第一件选择做王冕，因为队友这前排没那么顶。这兰博这版本其实不是那种什么肉兰博，所以挺好杀的这个版本的兰博。这里大招拉开，阿罗拉闪现，龙龟闪现过来给嘲讽，这很克这个。有点克这个伊芙琳啊，有点恶心，说实话。其实拉扯一下的话，等技能好了是能杀这个阿罗拉的，伤害是够的。应该第一时间杀阿罗拉反而是好事，杀小火龙反而是有点亏了感觉。不过小火龙又在脸上，不能不打，对吧？这回反而是经济领先，要推的塔太多了，对方的话就推了个下路1塔。但是对面下路的那个线压，那个线上压力太大了，这有个超级兵一直在这里下路推过去。
远离这个泰坦，远离这个龙龟，完了！哎，这泰坦有点问题哎，完蛋了，被逮住了。其实应该是被他发现了，他大概知道你在哪了。对面这个泰坦很精啊。找机会啊，但找机会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找机会肯定是收益跟那个风险是成正比的嘛。你要有更多的收益，你肯定是要投入更多的风险在里面。像刚刚那一波的话，其实是想绕过这个泰坦，然后去抓那个阿罗拉，但泰坦直接察觉到了，也直接就往这边赶。找到了，这下就找到了，看到没有？给个魅惑，一个 Q 拉扯，龙龟没有队友帮你，你还敢嘲讽？完了，龙龟好痛啊！但没关系，这波团是赢了，可以直接去拿龙，让队友去拿龙就好了。两边都没打野的，对面小火龙啊，被动已经叠满了。本来还想着这就是这个装备啊，因为领先很多啊，以为能秒掉，但没想到小火龙已经把被动叠上来了。你看到没有？这种小火龙，虽然说它前期劣势，对吧？一直被寡妇针对啊，但是它就是能慢慢的叠上来，就是会玩的就是这样子。不会玩的，我天哪！你优势，你十分钟你都叠不了100层，更别提你后面。哟，你看到没有？这龙龟啊，也很心机的那种。这种有龙 buff 的话，千万不要在野区跟对面打。这里利用这个大龙鞭把线给带进塔。下路一推，龙龟只要没有队友在身边，其实完全你也是可以去抓他的，但就是怕龙龟啊稍微拖一会儿，给点控制，就不好去那个，就有可能会被反抓。上来先秒一个大招，杀不掉啊，还是得等下一套技能。都有这个，都有那个叫什么石像鬼的板甲，肉的要死。来拿远古龙，大招10几秒，这个真空期得注意一下，把这个远古龙拉脱就好了。来了，推棒，大招拉开。还好走得快啊，稍微慢一点就出事儿了。这里
那这样的话可以一波了，两条路的超级兵，完了，完了，还被打死了。那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啊，虽然说人家打的对吧，就是寡妇这英雄被抓死是很正常的啊，就容易进不了场也是正常的，要去多玩，多去尝试，然后多看一下这些高手们怎么去玩这种啊。